我身为上市公司总裁，却爱上了一款破烂不堪的国产汽车，甚至还不惜花费所有资产购买了数百万辆，让他们日夜陪伴着我。只因我知道不久后天地一变，动植物都会疯狂进化。而购买比比迪王朝系列的车主却发现，汽车竟能机车觉醒成为强大的机甲战士，并且不同款式所觉醒的功能也不一样。秦系列可以觉醒白起机甲，汉系列是蜀汉五虎战甲，唐系列则是重坦装甲。而前世我名下虽有各种豪车，却没有一款能够变形，所以重活一世的我，第一件事就是买下100万辆比比迪汽车，准备建造一个属于我的机甲大军。随后我拿起电话打给了自己的秘书孙灵儿，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林总，您叫我有什么事情，帮我联系比比迪公司，就说我要把所有王朝系列的新能源车买下来。说着，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直接丢出一张银行卡，现在去办，下班前我要看到结果。听到我的话，孙灵儿震惊地张了张嘴。有问题吗？我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没有问题。身为职场人，孙灵儿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车，但也只能照办。您是要挂公司账上吗？孙灵儿掏出笔记本快速的记录着。听说一些大老板喜欢把这种巨额资产挂在公司上，可以避免一些税收问题。这可是10个亿的大单子，容不得孙灵儿马虎，所以他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用我的钱当然是记在我账上，我可是了解机甲激活的规则的。如果这辆车在末世以前有车主拥有所有权，那么这一辆车将只能够被车主激活，而如果车主死亡或者无车主，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激活。所以挂公司名上，相当于给公司的员工送福利，傻子才会这么干。交代完孙灵儿去联系比比迪公司，我也没有闲着。在孙灵儿离开以后，我迅速站起身来拨通了第一个电话。喂，大伯吗？你不是对我的股份很有兴趣吗？现在我有一些股份要卖给你，有兴趣吗？当年我的父亲白手起家，和大伯林家祥创立了林氏家电集团。不过后来我的父亲中道崩殂，林氏集团的掌门人自然就成了大伯林家祥。我继承了父亲的股份后，大伯一直对自己的股份有想法，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买车，所以我打算把所有股份全部卖掉。我打算购买100万辆汽车，那就是100万台战斗机甲。这在末世将是一个无比恐怖的数字，因为比比迪的产量一共也没有多少，一个月所有王朝系列加起来也不过20-30万辆。末世以后，龙夏国建立起来最大的避难所曙光城拥有的在记录战斗机甲也不过几十万台而已，但我一人便拥有100万台战斗机甲，一人可敌一城。打完电话，大伯林家祥几乎立刻行动了。虽然我抛售股份的事情非常可疑，但股份以及股份所代表的话语权容不得林家祥犹豫。几乎第一时间，林家祥就终止了自己在海外市场的视察，立即购买返回龙夏国的机票。挂完电话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等着我去做，那就是停车场。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停车场差不多有60万平方，可以停下14000辆汽车，而我足足需要停下100万辆王朝汽车，需要的面积是世界最大室内停车场的100倍。但很快我就想到了解决办法，我决定把停车场的位置定在泰山山脉。很快我联系到相关人员，直接在泰山买下了9座小山。我之所以把地点最终定在泰山山脉之中，是因为我在前世听说激活的机甲可能与地点有关，而泰山是一个非常容易激活顶级机甲的地方。末世后龙夏国10大战机里面就有一位顶级机甲是在泰山开出来的，这台机甲名为光武机甲，乃是东汉光武帝为命名的机甲。历史上光武大帝曾在泰山封禅，所以有人猜测在泰山可以开出那几位封禅的大帝机甲。这一世我自然也要去泰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光武帝机甲，甚至是汉武机甲、秦皇机甲。就在我敲定在泰山山脉建立停车场的同时，孙灵儿也小跑着回来汇报了。林总，比比迪公司的负责人已经联系上了，他们现有库存11362辆王朝系列汽车，这些汽车比比迪决定以10亿6千万的价格打包出售给您。比比迪负责人说，所有新能源汽车全部按照出厂价格给您，这也是他们所有的库存了。如果您愿意购买，他们负责人会立刻订最近的航班过来和林总签约。而且他们说，如果您对价格不满意，他们可以派上专业团队和您商量。11000多辆吗？我第一时间注意到的并不是10亿多的价格，而是比比迪的库存1万多辆，要比我预想的好一些。买了，我大手一挥，让他们负责人来我办公室签合同。好的，林总，我这就去联系。孙灵儿连忙答应，小跑着出去联系比比迪汽车公司的负责人了。等到孙灵儿跑到门口，我却是一挥手，灵儿，比比迪的汽车库存已经被我买光了。其实他们的汽车不错，你可以考虑买辆2手。我提醒了一下，毕竟也算是给自己跑过腿。孙灵儿微微笑了一下，谢谢林总好意，我一个刚入职场的打工人，还是坐地铁吧。听到孙灵儿的话，我点了点头，并没有再说什么。毕竟谁现在告诉别人2个月后会降临一场灾难，并且只要拥有比比迪王朝汽车就可以成为超凡者，这样的消息任谁也不会相信。我看着窗外的天空一片湛蓝，还是没有末世的时候好啊。上一世的自己在末世里的生活简直生不如死，不过这一世将会完全不同。在末世降临的时候，在别人还在恐慌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见到我的100万机甲大军了。